大型回旋镖来了，英国后悔脱欧了。12月1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在伦敦市中心发表讲话时说，英国脱欧严重损害了英国经济，英国人必须接受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并警告称必须减少与欧盟的摩擦，才能实现英国的经济复苏。而就在几天前，英国还谈崩了和欧盟的欧洲安全行动武器贷款计划，原因是双方在英国需要支付多少费用才能参与该计划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如今听到斯塔默说脱欧严重损害了英国经济，简直是既悲壮又滑稽。大英帝国这是一步步把自己完成了国际笑话。在过去的几年里，无论是保守党的苏纳克还是工党的斯塔默，他们都在玩房间里的大象，他们把经济低迷归咎于疫情，归咎于俄乌冲突，归咎于经济下行，唯独不敢说出英国脱欧这个词，因为怕得罪那帮还在做着大英帝国春秋大梦的红墙选区选民。但现在斯塔默是真装不下去了，因为数据实在太难看了。根据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的测算，脱欧让英国的长期生产力下降了 4%， 这可不是小数目，这意味着每年有1000亿英镑的财富凭空蒸发了，而且英国经济规模也因此缩水了 2%。英国财政大臣瑞秋·里夫斯刚刚发布的预算案意味着英国国内的加税风暴即将来袭。为了填补财政黑洞，里夫斯不得不大幅增税，但这个结果直接把企业主和农民逼上了街头。斯塔默此时说脱欧损害了英国经济，而不是说自己无能，只是在给糟糕的经济表现找一个理由罢了。最可笑的是斯塔默提出的解决方案，他说英国要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要减少贸易摩擦，听起来很美，但要问欧盟同不同意，实际上这完全是英国人一贯的巨婴外交思维。英国有3条红线，不恢复自由流动，怕移民，不重返单一市场，怕监管，不加入关税同盟，怕不能独立签贸易协定。在坚守这3条红线的前提下，英国居然想让欧盟给他开后门，减少边境检查，降低贸易成本。欧盟背地里估计都翻足了白眼。比如在2025年5月的英欧峰会上，英国居然想用允许欧洲渔民多捕12年鱼这点蝇头小利，去换取欧盟庞大的单一市场准入便利，结果当然是被冯德莱恩礼貌而坚定地拒绝了。欧盟的态度很明确，贸易与合作协定就在那儿摆着，2026年的审查只能修修补补，想推倒重来门都没有。看到了吗？这就是死局。斯塔默想要的是经济红利，但欧盟要求的是政治代价。只要英国不愿在主权问题上让步，那么所谓的更紧密关系就是一句空话。如果说经济上的困境还能用稍微掩饰一下，那么在国防安全上，欧盟简直就是把大英帝国的脸面按在地上摩擦，让他们吃了个1500亿欧元的闭门羹。事情是这样的，为了应对俄罗斯的威胁以及防备特朗普断供，欧盟搞了一个名为欧洲安全行动的国防基金，总盘子高达1500亿欧元，用来给成员国发低息贷款买武器。英国一看，这是块肥肉啊！英国军工巨头正愁没订单呢，要是能混进去分一杯羹，岂不美哉？于是英国厚着脸皮去跟欧盟谈，说虽然我退群了，但这事儿关乎欧洲安全，带我一起完备。结果呢，11月28日最新消息，谈判彻底谈崩了，原因说出来也是很讽刺。首先是入场费的问题，英国心里盘算的可能就是交点管理费，意思的了。结果欧盟委员会直接开价60亿到65亿欧元，这可把英国国会那帮人气得直哆嗦，说这价格离谱到没边了，摆明了就是不想让英国进。其次是更狠的原产地规则，该基金规定其资助项目价值的 65% 必须在欧盟、挪威和乌克兰制造，英国作为第3国最多只能分到 35% 的残羹剩菜，英国想谈到 5%， 结果被法国一票否决。这下的侮辱性极强，伤害性更大。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未来欧洲重整军备的浪潮中，英国被正式踢出了核心圈。值得一提的是，高超音速导弹项目是一个关乎未来战争胜负的关键技术，本来英国在这个领域有点积累，现在因为进不了这个欧洲国防基金被彻底边缘化，即便法国拿着欧盟的钱搞研发，英国人只能在旁边干瞪眼。更要命的是，欧盟正在通过该基金构建一个排他性的供应链，以后欧洲国家买武器，如果里面英国产的零件太多，就拿不到欧盟的低息贷款。这招简直是釜底抽薪，逼着欧洲军火商把英国零件踢出供应链。以前英国总吹嘘自己是欧洲防务的基石，没有英国欧洲就不安全。现在欧盟贴脸开大，没了你英国，欧盟照样玩，而且玩得更纯粹。更惨的是，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英国人原本指望的英美特殊关系救命稻草，瞬间变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英国脱欧派当年最大的画饼就是离开欧盟，我们可以和美国签一个超级自由贸易协定。结果呢，2025年了，别说协定了，连个蛹都没有。特朗普上台后，高举美国优先大旗，不仅不给英国优惠，还威胁要对所有欧洲国家加征关税。英国还以为自己能获得特殊豁免，太天真了。在特朗普看来，脱欧后的英国既没有欧盟那样的市场规模来谈判，又不像俄罗斯那样有让他忌惮的军力，有什么好怕的呢？现在英国面临的是双重贸易风险，一边是欧盟的高标准壁垒，一边是美国的关税大棒。再来看看现在英国国内也已经快烂透了，英国现在国内的通胀很严重，蔬菜、水果、黄油、牛肉、牛奶、咖啡、巧克力，这些老百姓每天都要吃的东西，价格在过去几年不断上涨。英国一个4口之家，每周的伙食费已经从2020年的135英镑飙升到了2025年的220英镑。如此高的物价让很多民众怨声载道。
这背后的原因有几个，首先是供应链断裂，脱欧后从欧洲进口食品变得极其麻烦，新的边境检查模型让每一车西红柿通关都像西天取经一样难。其次是劳动力短缺，脱欧后英国赶走了东欧劳工，使得人工费用变高了，企业自然会将费用转嫁到产品价格上。再一个，俄乌冲突和气候异常，令到英国这种高度依赖进口的岛国，直接成了输入性通胀的重灾区。所以说，从2016年那场狂热的公投开始，这个国家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他们以为自己是挣脱了枷锁的雄狮，现在终于察觉到自己是跳进了深井的青蛙。9年的时间，竟让号称欧盟3驾马车之一的日不落帝国，从2流国家滑落到3流国家，孤立无援，实在令人唏嘘。